哎呀，韩大小姐啊，你饶了我们吧！冤有头债有主啊！饶了我们吧！冤有头债有主，韩大小姐啊，你大人有大量啊，有怪莫怪啊！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啊！你们为什么要害我？我们也是受人指使啊！受何人指使啊？我们也是出于无奈才这么写的呀！你千万别怪我们呀！那你们是不是知道我死得很惨呢？你要怪就怪我旁边的那位吧！老婆都丢了，还不出去找找？哼，原本就留不住，找他干什么？装的倒是挺像的。我装什么了？你装什么你自己明白，还需要问我吗？怎么着？跟我打哑谜是不是？吃醋了？要是我说我真的吃醋了呢？折腾一天了，累了，上床睡觉。东边日出西边雨，倒是无情却有情。可以看看。好。我的儿啊，然儿，退后！陈然，案发当日，你们俩到底是谁在开车？赵大人，全西安的人都知道，那辆汽车只有我陈然能开。那为何衙门的人去拘捕尔等之时，陈默也在场？陈默乃是我的贴身下人。他看见我受人胁迫，一时护主心切，就跳上车来了。若非沉默，恐怕汽车真的要撞到太后的銮驾之上了。沉默，你家少爷说的可是实情？是。沉默，知府大人问你话，为何吞吞吐吐？莫非另有隐情？鲁大人，小墨子是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今日三位大人在堂上，难免有些紧张，这也是自然的。哦，少爷所说句句属实。哼，这点世面就吓成这样，你倒敢往车上跳？小墨子他是一时护主心切，奋勇向前，一时忘了胆怯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今日三位大人开堂审讯，是审开车之事还是撞车之事？陈然，你不要这么伶牙俐齿的，审什么不该审什么，这由我们来定。问你什么，就答什么。是。陈然，那刺客为何会从你车里冒出来？回大人，当我离开我自己的汽车时，刺客就已潜入了我的车内。等我回去，他已经拿枪来胁迫我，要我开车去撞往太后的銮驾。那刺客你可认识？认识，刺客名叫敬仁，我在西安城外救过他的性命。我们也曾经一起从淫贼的手中救出四格格，又从马帮的包围中救出太后老佛爷。这次他为刺杀老佛爷未遂，跳车逃亡。这是我们第二次相会。这其中的故事涉及到宫廷内幕，
草民不便一一说明。不过鲁大人是知道实情的，二位大人若想要知道详情，可以先求证鲁大人。这样，对。鲁大人，诚然他所说的，诚然这段所说的尚且属实，各种细节就无需再问了。好，肃静，肃静。诚然，本官再来问你，既然那刺客胁迫你撞向太后的銮驾，为何你銮驾不撞，却撞倒了花轿？大人，草民一路受刺客威胁，东摇西撞的，撞上花轿是为了拖延时间。我希望在撞击之后，刺客的视线受阻，我就可以脱身了。没有了我，刺客他不会开车，自然就不会撞向太后的銮驾之上了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刺客他身怀炸药。这么说，你撞花轿也是为了替太后避祸？谢赵大人明察。那你可知道花轿里坐的是谁？知道，我大哥陈俊的新娘子，韩府千金大小姐韩素云。这么说，你是宁可让车撞倒你嫂子的花轿，搅了你哥哥的婚事，也不愿意伤着太后了？正是。诚然，你说你撞花轿是为了给太后避祸，那我倒要问你，你刚才说你曾离开汽车，你去哪儿了？草民正在韩府。你在韩府？我也曾同太后一块儿去韩府贺喜，没见着你啊。草民从后门进去的。从后门进去？哼，你兄弟在前头迎亲，你急着从后门进去干什么？这似乎与理不合吧？啊，我们家老爷让我和二少爷给韩府送东西，结果发现老佛爷的銮驾停在了前门，少爷怕惊动了老佛爷的銮驾，这才从后门走的。没有问你，你插什么话？人都快迎进门了，有什么东西急着要送啊？陆大人，这只是一个平安符，新娘子带着他上轿，过了陈府以后，取个和和美美、平平安安之意。这话是属实的，本官可以作证。陈默，本官问你，陈然从后门进去之后，你在哪里？那刺客潜入汽车时，你又在干什么？本官问你话呢。我当时上前头看热闹去了。那你又怎么知道你家少爷被胁迫呢？少爷开车从来都是四平八稳的，他突然这么左晃右晃，东撞西撞的，我再定下来往里一看，不就看见了吗？哎呀，你这小东西呀，老爷是没白养活你啊，二少爷也没白心疼你。哎呦，今天在堂上多亏了你这个小混蛋斗机灵。哎，一会儿啊，你到账房去领20两银子啊。少爷要是平安出来，老爷再赏你啊。谢老爷。老爷，他们为什么不把二少爷放出来呀？哎呀，还是那个卢勇，他非说要禀报了太后才能放人。韩宇轩也不是个东西，一点也不讲情面啊，半句好话也没说。老爷，我怎么觉得这个鲁大人处处难为我们二少爷呀？他跟我们二少爷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的，他这是干嘛呀？这你就不懂了。那卢勇现在不是太后身边的红人吗？咱们二少爷又深得太后的赏识，哎，今儿你在堂上不是也听说了？连咱们小小老百姓都不知道的事儿，二少爷全都掺和进去了。他呀，他是怕咱们二少爷抢了他的功，夺了他的宠。这可怎么好啊？哎，老爷，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
这朝中有人好办事儿啊。如今那韩大人跟鲁大人不敢较劲了，那鲁大人又处处针对我们二少爷，那万一这姓鲁的在太后面前胡言乱语一番，那不就耽误了我们二少爷了吗？可不是吗？要不我今儿把太后面前真正的大红人李莲英李大总管请来了吗？哟，都这个时间了，怎么还没来呀他？啊，你去看看去。是老爷。啊，李总管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啊，来了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呦，李大总管，能把您请来，我陈某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啊，哎，来了。我说陈员外呀，你们的消息我说也太灵通了点吧？你说我多少日子没离开过太后老佛爷，今儿好不容易得空跟老佛爷请了小半天假，说是出来透透风吧。我这刚一出来行在，嘿，就让你们这群猴崽子们给我死拽活拽的拽到这儿来了，我算是服了你们了。哎呦，我的李大总管，您坐。来，坐。来，哎呀，来，我您看看呐，我早就想请您吃这顿饭，您知道吗？现在您是太后的红人啊，连一星半点的时间都没有。哎呦，我好不容易打听到您出宫的消息，您说我能不赶紧派人把您给接过来吗？就是想请您吃顿便饭，啊，给您解解风、洗洗尘呐，尽点我们的孝心。来，干，干。走。什么新家不新家啥的，咱家也只不过就是个奴才，多得了点老佛爷的脸面。哎，这说起来我可不能在这久坐，待会儿老佛爷要是想起什么来，我怕他们办不利索，我还得早点回去。哎呀，李大总管呐，您对老佛爷真是鞠躬尽瘁，操碎了心呐。您看我们呐，没事在底下说笑，这有一个唐僧取经呢，就有个白马来驮他；有个刘志远打天下，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；有个唐太宗一统天下，就有结黄杠的程咬金。您看看现在老佛爷文治武功，就有您来拾遗补缺，您说我能不好好的孝敬孝敬您吗？别介，陈员外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瞧您把我都夸成什么了？像咱家这样的主，是宦官不叫宦官，叫太监。哎呦，连个全乎人都算不上。我说你就别太夸我了。像咱家这样的老绝户，要不是太后多给点脸面，恐怕连狗多看咱家一眼，那都嫌泪眼珠子。哎呀，您幽默了。您来，请喝。这么说，陈然这大狱下得还挺冤枉的吧？回老佛爷，微臣以为陈然的供词虽颇多矫情，也未探得明确的证据，但涉及老佛爷西行途中颇多隐晦，不便当堂审明。臣以为，这陈然到底与刺客有关无关，还需详加审问，不便张扬。韩大人，你看呢？回老佛爷，陈然此次虽然行为鲁莽，刺客行刺呢，也与他所驾驶的车辆不无关系。但微臣以为，陈然毕竟是个学子，就是把再大的帽子扣在他身上，恐怕也找不出刺客的线索。老百姓反而会以为咱们是小题大做，冤枉了好人。哎，韩大人，此言差矣。莫非你与那陈家交情匪浅，又差点结成了儿女亲家，便全然不顾此案疑点重重，出言袒护？陆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我韩某虽然愚钝，却是朝廷的2品大员，陕西省的巡抚。何为公事，何为私情，我还是分得出来的。韩某如此看，不过是依理而言。要是鲁大人对韩某人怀疑的话，我这就向太后老佛爷请辞，从此再也不过问此案的一丝一毫，以示避嫌。哎，韩大人，你与陈家有渊源，这是事实。鲁大人所虑，这也是常情。不过，就算是常情，也该多想想。以韩大人为官的清廉，那普通老百姓说说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能说呢？哦，是。难怪韩大人赌气，要辞官呢。老佛爷明鉴。明鉴明鉴，哀家可明鉴着呢。起来说话吧。谢老佛爷。上回那颗炸弹，差点伤了哀家跟皇上，也搅了韩大人的一门好亲事。韩大人，你们家闺女现在还失踪着呢。正是。其实这陈然跟静仁，也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。哀家往这西安来这一路上，陈然也3番2次的替哀家解围。哎，卢勇，就说你身上的刀伤吧，要不是陈然的西洋药，你的伤能好得那么快吗？啊，是。还有大阿哥、四格格、小李子，甚至于哀家，都受过他的恩惠。此刻到了西安，还没有论功行赏，就把人家当成刺客的帮凶，当成了反贼，这是不是有点太没良心了？再说陈然这孩子嘛，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就拿正大光明殿的事来说吧，人家可是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这孩子不贪财，又伶俐，一心一意的想为咱们大清朝做点实事儿。这如果真把他给罚中了，哀家还真有点舍不得了。哎呀，这件事还真的让哀家有点为难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韩大人，你给哀家支支招，这事儿该怎么办？回老佛爷的话，陈然此次给自己闯下弥天大罪，是老佛爷洞悉全局，明察是非，轻描淡写地摁下了陈然所犯的滔天大罪。这对陈然来说已然是天恩浩荡。至于要说到陈然汽车肇事，微臣建议，陈然所驾驶的车辆虽并非活物，但是毕竟是肇事伤人，难以驾驭，可以大清律中纵容所豢养之犬马伤人的条例给予惩处，以示公平。这样既可以平一平老百姓对此车的憎恶，至于老佛爷为臣所虑，怕不好向臣的亲家陈老板交代一事。臣以为，是得罪亲家，还是得罪百姓，臣还是分得清楚的。这小李子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只要一放他出去，就不知道回来。哎呀，老佛爷，小李子回来了，还知道回来啊？老佛爷，您别生气，您先坐。哎，老佛爷，奴才先给您看样东西。哎，哟，老佛爷，您看看，这颗跟年前您送我的那颗比起来怎么样？比哀家送你的那颗还大还透亮。是啊。怎么啦？才出去这么一会儿，就得了这么大的好处啊？哎，老佛爷，您猜是谁送的？哼，还用猜吗？还不是那个大手笔又犯了难，想保他儿子出来的陈家乐吗？哎呦，老佛爷您圣明，可不就是那个陈家乐吗？
奴才这刚一出来行赞，这一大群人上来就把我围住了，死拽活拽的给我拽到了一间酒楼，吃了一顿不咸不淡的饭。临了这陈老头子呢，就掏出了这玩意儿，非让奴才收着。他也不说穷奴才办什么事儿，只说是啊，奴才伺候老佛爷您辛苦了。他呀，让我替百姓们、替文武百官们伺候好了老佛爷。您说那话说的那么响亮，奴才不收，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哼，瞧见没有？这才是会送礼、会办事儿的人呢。先让你把东西收着，关系打好，以后啊，他找你什么事儿，你能不松动？老佛爷，奴才跟着您，我什么样没经过，哪个送礼都没见过，这点奴才还看不出来？那你还收？老佛爷，您不正要拿那个韩宇轩开刀吗？这陈家乐为了救他儿子，不求韩宇轩，求了奴才。不用问，这招肯定是韩宇轩给他支的。奴才就将计就计，收了他的礼，不就是为了救陈然吗？好办呀！老佛爷，您要是放了陈然呢，奴才就说是奴才跟老佛爷面前说上话了。他这个夜明珠呢，就算送对了人了。老佛爷，您要是不放他呢，奴才就说老佛爷原本打算放来着，可都是那个韩宇轩在头上拦着。哎呦，非要做出一个大义灭亲的样子。哎呦，我这好话说了一大箩筐啊，全让那个韩宇轩给搅了局了。他呀，也就白白送了我们这个夜明珠。他觉得亏得很啊，他也就自认倒霉吧。你呀，一肚子坏水。不过这回你倒是和哀家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是啊，哀家给韩宇轩下了套，让他不得不惩治陈然，然后又把心疼陈然的话给递了过去，谅他对那个孩子也不敢怎么样。这会儿陈家乐不是给你送了礼吗？就刚才那段话拿去跟他说去。这两个老东西，看他们还不翻脸。韩大人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什么，最近就是办案太忙，弄得头疼，突然想起你来，就来看看你啊。韩大人说笑了，不知您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？有些为难呐，我就是等着你来求我。求你？为什么？为某人说情啊。我为某人说情？谁说情也轮不到我，他是死是活与我无关。既然如此，那在审判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会在大堂外关注？难道不是在关心某人吗？我不过是想看看他的下场罢了，看他的下场究竟有多惨。告诉你，韩大人，我以后还要去看他。原来如此，思琴呐，现在那陈然的生杀大权，太后可就完全交给我了。这就给我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呀，处在两难的境地。陈家乐呢，我不想得罪，可是要包庇了陈然，又会激起民愤，太后那儿不好交代，所以我看也就只好给他重责几百，然后给他来个发配充军什么的。思琴呐，你看我这么判处可行啊？可行不可行，全凭韩大人自己定夺，不关我的事。哦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不过提醒韩大人一句，关心陈然的人可不止他老子。倘若这样惹到其他什么人，就不知道韩大人是否对付得了了。跪下！陈然一案
经三堂合议，圣母皇太后钦定，业已终结，宣判如下：陈然遭刺客挟持，驾车撞倒行人，撞毁财物，虽未有人员伤亡，但致使其兄陈俊婚事作罢，新娘韩素云至今失踪，另有财物损失若干。虽念其遭人胁迫，诸多无奈，但陈然所驾汽车烈性难寻，危害甚大，扰民滋事，不可不罚。我大清尚无驾车肇事之明令法典，故稍作变通，仿驾马肇事之条例，对陈然予以判罚，判处陈然刑禁2年06个月，令罚银300两，即日执行，以儆效尤。2年06个月，冤枉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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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入大牢！冤枉！老爷，冤枉！走！冤枉！冤枉！老爷，冤枉！冤枉！2年06个月呀！冤枉！老爷，冤枉啊！哎，陈员外，李公公现在怎么样？李公公正在和太后下棋，抽不出身。我让杂家给您交句话。您这边，这边。你别着急，您别着急。哎，您别着急。韩宇轩说的不是韩宇轩，我去找他。您等等，您这边，老东西，你镇静一下吧，人。哎，慢走啊，陈员外。哎呀，你这去！老爷他，哎，韩宇轩，你什么意思？不，2年06个月，2年6个月，你居然判我家然儿2年6个月！哎呀，别生气，有话好好说，别生气，慢慢说。你别来这套了，你，啊，你凭什么把我儿子关2年6个月？你想把他像圈猴似的，你圈到一个又脏又臭又潮又湿的那个地方，30个月呀！哎呀，不，哎呀，这个案子实出无奈呀。我知道这个陈然呢，那是你的儿子啊，咱俩的交情，那也像是我的儿子一样吗？赵师爷，这是上个月该收的租子，您看看是不是这个数？赵师爷，这是以前钱账房签的条子，等着您给支银子呢。赵师爷，您看看。赵师爷，您看我的账本放了多久了？行，放这儿。我又不是账房，你们想逼死我呀？这钱通这小子简直不是个东西，早不回家，晚不回家，偏偏这个时候回家。嘿，老爷爷居然能准他的假！哎呀，哎，他跟你们说了没有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，没说过。行了，我去问了。哎呀，这总而言之啊，就凭你跟我的交情，你相信我呀，我是绝对和陈然这件事情没有关系。再者说，你们陈然回来之后，你看看他做了多少匪夷所思的事啊！现在他是汽车撞了花轿。要是不加惩处啊，说不定哪天他就装着黄脸呀！我在大狱里呢安排了一个非常干净的房子，绝对不像你说的那样啊，什么又脏又湿又潮啊！这个，我是给他安排了好吃好喝，好好的款待他，一切费用都由我来管。我是让他在里面是收心、定性啊。那太后老佛爷也说了，那老佛爷说。千万别伤了陈然这孩子啊！哎呀，2年多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嘛，对不对呀？等到那个时候他一出来啊，说不定啊，他就这个平步青云，是官拜一品呐。到那个时候，他要想到我韩宇轩呢，那说不定那还得感激涕零、五体投地呢。你大柱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终于承认了我家然儿是你下的大狱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20多年了，我陈家乐
为你韩宇轩是水里去是火里来呀！你想想，哪一件事情我没为你摆平？哪一笔银子我没为你擦好屁股？我图什么呀？我就是图我陈家在西安能安身立命，图我将来能够颐养天年呐！现在我这个家也被你给拆了，我的儿子也被你下了大狱。姓韩的，你给我听着，从今往后，你当你的二品大员，我做我的升斗小民。你要是再碰上钱账房这档子事儿，你别来找我，老子不伺候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钱账房现在是不能开口、不能说话，但是他的冤头债主是谁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你以为你是万花筒？我陈家乐也不是好惹的。你有100张嘴，我有1张嘴，那就看看咱们谁能把这个天说出个大窟窿。哎呀，你可强有耳，你疯了！卖报卖报，西京报第一期，哎，兄弟为气强，地毁兄婚。卖报卖报，卖报了卖报，哎，汽车撞花轿了。近日，西安巡抚千金出阁，聘于陈府长子陈俊为妻，承蒙圣母皇太后隆恩垂眷，亲临主婚，吾皇万岁，圣驾征婚，可谓天恩浩荡，欢天喜地。不料徒生变故，竟有逆贼意欲行刺，挟持一驾驶西洋汽车男子，驱车冲进迎亲队伍，汽车撞毁，陪嫁彩礼无数，直至与新娘花轿迎面相撞乃止。逆贼趁乱逃匿，新娘离奇失踪。驾车男子身份已经揭露，举众哗然。此人乃新郎陈俊之弟陈然是也。后经3堂会审，便由圣母皇太后钦定，陈然系遭挟持，肇事情有可原。但所驾汽车痞性难驯，使贼人得以趁机而入，其责难恕，故仿驾马车肇事之条例，对陈然予以轻判，判处陈然刑禁2年06个月，并罚银300两，以儆效尤。笔者据实记录此事之经过，然却有3探：其一，地车竟毁凶婚，手足间恐生尴尬；其二，陈然留洋5年，踌躇满志，抱负未展，如此锒铛入狱，可叹可叹。唉，其三，花轿成一堆废木，千金小姐离奇失踪，是横遭此变，羞于见人，是逆贼行刺不成，落人报复，是存心抗婚，巧遇良机。时至今日，此女尚无半点音讯，此事非但可叹，更令人疑窦丛生，更觉扑朔迷离也。混蛋！韩德，韩德！哎，老爷，去，让大酒楼带着人去把包车给我抄了，把人给我抓回来！哎，快！把这给我抄了！你小子给四哥哥大个拳！抓你抓我呀？啊？韩大人，请。请。哎呀，嫂夫人你好啊！韩玉轩，我呸！哎呦，嫂夫人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韩玉轩，你家丫头没人要了是不是啊？我去，你只管和我家结这门倒霉的婚事啊？那好啊，你嫁你的疯丫头，我家那没出息的老大娶了她也就罢了，可这好端端的，你家疯丫头干嘛招惹我家的然儿啊？这是你家丫头该招惹的吗？你可倒好，自家女儿做出这种不要脸、伤风败俗的事儿来，你拿我儿子咋气啊你啊？你仗着自己是个巡抚，你随便几句话，你就把我那儿子下了大狱。你只有迷了窍，你魂又迷了心了你啊！你把我儿子还给我！你把我儿子还给我！你！哎呀！你把我儿子还给我！嫂夫人，你这干什么？你听我
我说呀，陈然收监呐，那也就是2年半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再者说，你想看儿子，那巡抚大狱随时给你开着，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呀。你说的，局长，你说的，局长，你听我说，你以为我儿子去住店呢？啊！我儿子那么好的孩子，一走就是5年。我知道，这才回来几天呢，就被你下了大牢了。这孩子现在都被你给毁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知道。韩玉轩，你别以为你是2品大员。没有，是狗屁。老娘，别的没有，我还有一条老命。韩玉轩，你把我儿子放出来！你把我儿子放出来！嫂夫人呐！要不然你把我收了监，要不然你就把我全家都收了监。那怎么行啊？不，让我去陪我那可怜的人儿啊！哎呀，嫂夫人，嫂夫人，你听我说，那都是太后老佛爷，太后老佛爷。哎呀，你既然说到太后，那好，咱们就一起去面见太后。不去，问个清楚。我不敢去。自家的女儿不要脸，关了人家的儿子，这谁家的礼数？自家的女儿管不住，关了别人家的儿子，不，有什么规矩？你听我说，这是哪一条的法典律章？我倒要好好受教，我要好好教育我的后代子孙们。你回来！哎呀，家乐兄啊，你在哪儿？快来！干嘛呢？哎呀，家乐，你快来呀！哎呀，家乐呀，你看看嫂夫人的，怎么了？只许你把我儿子下了大狱，不许他亲娘心疼儿子。不，老弟呀，玉轩之苦，玉轩之无可奈何，咱们都几十年了，你怎么不知道玉轩之苦啊？苦！我儿子在大狱里关着，你跟个没事人似的在那站着，你还有脸跟我说苦啊你啊！哎呀，夫人，老爷，我的然儿可怎么办呢？你怎么闹也不能把我儿子从监狱里闹回来呀！身体要紧。我的然儿，一会儿咱们还得看儿子，像你这样子，你让儿子在里面多不安呐！行，来，快，夫人去歇息，身子要紧。夫人，你好，快去休息吧。你好，夫人。宇轩，你是说这个报纸是太后的旨意？千真万确呀！哎呀，你不想想，那《西京日报》，那主编是4格格，副主编呢是大哥。他要没有太后的授意，他们俩闹着玩吗？啊，太后的授意又怎么样？你不是早跟我说过吗？太后不是早就想在西安兴办报业，制造舆论吗？对呀！现在出了这么一张报纸啊，咱们2家的事儿闹得是满城风雨呀。报纸上发表了啊，无可厚非嘛。我看里面的报道啊，还挺公正的。哎呀，公正什么呀？你看这《西京报》上写的，你看，陈然出国5年留学，踌躇满志，宏图未展，锒铛入狱，可叹，写得挺好嘛。好什么好？你再往下看花轿已成一堆废木，千金小姐离奇失踪，是横遭此祸，这个羞于见人呢，还是歹徒行刺不成，路人报复，又或是抗婚，这个巧遇良机，时至今日啊，此女还无半点音讯呐。哎呀，不仅令人可叹也实在是令人是疑窦丛生，扑朔迷离也。你看看我素云以后还怎么做人呐？哎呀，我可怜的闺女现在音讯全无，她要看到了这个，她还能回来吗？你发什么火啊你？你闺女现在是天高任鸟飞想去哪儿去哪儿。我儿子呢？我儿子锒铛入狱了。
那么点个地方，转身都难。你现在心疼你闺女，要不然让我家然儿换个个好不好？家乐老弟呀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你呀？你以为那就是一篇报道啊？你以为陈然入狱那是我挟私报复？哈哈，你呀前前后后把这些事连起来，好好想想，不就全明白了吗？哎呀，我韩宇轩和你陈家乐那可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呀！啊，你反过头来再想想，那老太后她能不知道？老太后这回到西安就不走了，也可能是住个1年半载再走。可是有一点，一山不容二虎。我韩宇轩在这西安苦心经营了几十年了，可谓是树大根深。陕西道上的官员，那没有一个不是我一手扶起来的。可只要老太后不走啊，老太后留在西安，她就不能容我的势力比她大。依她那个脾气，啊，我那树越高越大，根越深，她就要把它给锯掉，然后坐在我这个树墩子上，把我苦心经营的这些根系顺手全牵了过去。可有一宗啊，她得把我韩宇轩扳倒。他得打开个口子，找找看看，谁呀？那除了你陈家乐，那还能有谁？正大光明殿那档子事儿，我们和太后也就打了个平手啊。可从眼下的局势看，还未见得占了什么便宜。可往后呢？以太后的那个性子，她能就这么算了？啊？前回咱们两家结亲的时候，他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跑过来给我们主婚。主什么婚？啊？他是来看看咱俩的关系啊，趟趟这儿的虚实，再看看怎么把韩宇轩这个口子给开喽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一个刺客呀，搅乱了你我两家的亲事，也给了太后一个天赐良机。哎呀呀，家乐老弟呀，你是死活都不相信，那撞了陈然那是太后的主意啊！你想想，陈然入了狱，你老弟，我那嫂夫人，还有你们陈家上上下下，都怎么看我，怎么想我，怎么恨我，都成了仇家了吗？这是多么好的谋划呀，多么好的计策呀！啊，这要说他不是老太后一手策划的，怕是都不像吧？哎，没事。原本呐，我只是怀疑，后来看到这报纸，我就让那大酒楼啊去封报社，可还没进报社，就让大阿哥和四格格，哎，吓得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跑回来了。不过你只要看看那报纸的内容啊，你不就全连上了吗？老太后，这是想让咱们两家从根本上，从舆论上彻底彻尾的啊，结成大仇家。对，到时候就你掐我，我掐你，他坐山观虎斗。哎呦喂，这个老佛爷，这个人深不可测呀。哼，你现在明白了？老哥呀，你刚才那番话说得我浑身发毛啊！要不然咱们洗手不干了？这么多年了，咱们也挣了不少银子。你想办法找到素云，再把然儿放了，
咱们悄悄地带着银子，带着孩子们，找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颐享天年呢。跑啊？往哪儿跑？怎么跑？哎呀，你自己个儿也说了啊，咱们俩能跑，可孩子们呢？他们能乖乖的跟咱们一起跑？那孩子们能乖乖的跟咱们一起跑？那孩子们的孩子呢？世世代代呢？那就能这么隐姓埋名、销声匿迹吗？现如今啊，都有了电话，有了铁路，你上哪儿找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呢？只要你一跑，那就说明你认了罪。这是个什么罪呀？这是个诛灭九族的罪呀！只要太后一声令下，10年、20年、30年，她要不把咱们斩尽杀绝，太后手上那把刀啊，也不可能停下来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跑不了就斗，就跟太后搏一搏，也兴许还有一线生机，还有一条活路。哼，现如今啊，这是赶着鸭子上架，斗得过，斗不过都得斗。四姐，我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别吞吞吐吐的。我对不起你，都是我没脑子，一时报仇心切，就贸然行动，结果仇人没杀掉，却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。素云失踪了，陈然被判了2年多的刑禁，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对不起你们。事已至此，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不，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一切后果应该由我自己来承担，不能让他人替我带过。我这就去自首，去救出陈然，我不能忘恩负义，让他替我坐牢。你要干什么？不是说好了听我的，不再妄自行动了吗？怎么又乱做打算？你去自首，你死了，素云就活了吗？可陈然还要坐2年多的牢啊！陈然被判刑禁，那是韩大人做给慈禧看的，他不会得罪陈家乐，陈家乐自然会想办法把他儿子给弄出来。你若去就是死刑，谁能救你呢？劫法场也未必能活着回来。陈然坐牢比你自首要好得多，陈然肯定会没事的。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恩人因我而无故受刑啊！求你安分点，不要再做傻事了，听我这一次行吗？如今我已经心力交瘁，我已经无法再面对任何一个自己人离我而去了。老孔，老爷，请。我跟你说，韩大人，挺好的记者，就您千金小姐失踪了，别走啊！那看法吧。韩大人，请韩大人，你接受一下我们的韩大人，你别走啊，韩大人，韩大人，这跟我们打起官腔来了啊！等着瞧。走，去。听好了啊，听好了！新婚前夜，准新郎为花魁头破血流，准新娘与小叔双宿双飞，追本溯源，大公子娶汉妇非其所愿，大小姐嫁庶出逃之夭夭。哈哈，好名字，够狠！那种啊更精彩。陈韩两家结亲在即，新婚前夜，陈家大公子惹事，与一青楼女子共度春宵，同人大出手，以致头破血流。新婚之日，只得带伤示人，有照片为证。有韩府未来夫婿弟，且正使驾车撞轿，如今收押在监者陈然，与韩府千金夜宿翠花山上，双宿双飞，彻夜不归。
此间种种疑问虽可为笑谈，却让笔者更生疑惑。3探之后，又有2问。卖报了，卖报了！七经报第2期了。新婚前夜，准新郎为花魁头破血流，准新娘与小叔双宿双飞了。哎，追本溯源，大公子娶汉妇非其所愿。哎，大小姐嫁庶出，逃之夭夭了。新婚前夜，准新郎为妓女头破血流，准新娘与小叔双宿双飞，追本溯源。老爷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小姐她怎么了？她在后院自焚了啊！思琪啊，昨天你在台上就射偏了一箭，亏得后面的文武场补戏补得好。你看你现在的状态，如果你在台上还出现这种状况的话，那你这白牡丹的牌子还能撑多久啊？大姐，对不起，我……好了，来，先坐下歇会儿。思琴啊，大姐之前啊就跟你说过了，咱们如今不一定哪一天就被太后召进宫去。如今啊，你真的不能出现半点纰漏，就算是出了天大的事儿，你也要把心先稳下来呀！啊，你想，我们等了这么久，才等到这个机会，可不能因为一些私人感情而坏了咱们整个3清班的一番辛苦啊！嗯，我明白了。白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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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家老爷让您到府上去一趟。喂，我说韩德，这大白天的又不是串堂会。你们家小姐也没了影子，好端端的找我们家思琴干嘛？韩德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白老板，您还是去吧。是我们家小姐出事儿了，她一时犯糊涂，想不开，她在后院，她哎呀，怎么了？说话呀！她就自焚了。什么？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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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看看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让我看看他，思琴的思琴，你看看，不是他，绝不是他。小姐，思琴的，我的素云那么乐观，那么爱笑，怎么会想不开呢？你看看，不是他呀！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怎么这么糊涂？韩大人，韩大人，请你说说贵千金韩素云自焚的经过。韩大人，韩大人，都是你们！都是你们害死了我的素云，都是你们胡说八道，害死我的女儿！你们给我的素云韩大人，我们也是据实所写，并没有捏造事实啊。韩小姐自焚的事件确实让人惋惜，可是冤有头债有主，谁害死她，您找谁去啊？就是啊，韩小姐都敢做了，害怕我们写啊？她怎么会因为我们的报道自焚呢？还是那桩违心的婚事是主要的原因吧？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陈俊、陈然，你们2个给我的素云偿命啊！给我把这2个记者也给我打入大牢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等我跟他们算完账，让他们一起给我的素云偿命。哎，慢着，看看啊，我们可是皇上和太后钦定的金牌记者，
娥皇岁子的特令牌，和免死金牌是同等价值的。看看后边还写着字呢，李春丽，给他们念念。持此牌者，乃金牌记者。如见此牌，无处不予放行，无问不予作答，无卷宗笔录不予观瞻。听见没有啊？看见没有啊？这就是说，什么机密文件我们都可以看。问什么都要答。韩大人，您呐，现在还不能找你那冤有头债有主去呢，你还是接受我们的采访吧。你们，韩大人，韩巡抚，您还讲抗旨吗？抗旨，好，老子今天就抗旨了。韩大人，干什么？别这样，别让素云再丢下胡安了啊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！素云，你怎么就把我丢在这儿一个人走了呀？你让我怎么活呀？俊爷好眼力啊！这匹小木马是最好的，可就是性子太烈了。这马不错呀，跟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倒挺像。就那儿，走，陈进少爷啊，我们是《西京报》的记者，我们想问问你啊，你对媳妇儿韩素云在后院私坟的事儿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你说什么？韩素云小姐自杀了？哦对啊，在她家后院把自个儿给烧死了，现在尸体还在韩府后院停着呢。这人怎么回事啊？陈进，陈进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臭陈进，等我学会开车，我第一个先撞死你！来，赵师爷，坐。好，这次你可辛苦了啊！哪里，陆大人，说实在话，看见我家老爷伤心成那个样子，我也真有些于心不忍呐。不过一想到他把跟了他20多年的钱通都给灭了口，我也只好对不起他了，赶紧另做打算了。再者说，他得罪谁不行啊？偏偏要得罪太后啊！就是小赵。韩宇轩他贪赃枉法，利令智昏，他早就应该受到惩戒。只是他在陕西的势力过于庞大，在这非常之时，不可不用这非常之计。你既然已经弃暗投明，万不可再对那韩宇轩有怜悯之心呢。对，陆大人所言甚是。我赵某人虽是一介草民，但为了我大清朝，也愿竭尽全力，肝脑涂地。哎，我说，那老东西没看出什么破绽来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多亏了马大人找到了那件新娘的衣服和那只玉簪子。3秦班的白牡丹看见了尸手上的玉簪子，哭得那是稀里哗啦的。那韩宇轩他就是不信，他也得信呐。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。万一素云那丫头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了，咱们的计划可就全完了。所以啊，让你们立刻追查韩素云的下落，找到之后格杀无论，这样咱们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。另外，我觉得这陈韩两家折腾的还不够，你们俩扶儿过来啊。这事儿啊，要这么办。闪开！大石老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该孝敬的我们都孝敬过了。别胡说，没事。这位是老佛爷手下护卫队队长马玉坤，马大人。马大人，马大人好。甭客气，咱是奉了圣命搜查侵犯靖人的，怎么样？不难为你吧？哎，好说好说。咱们陈家振兴土防，一直就是最配合官府的。说起来，咱们这儿你们家韩大人还入了伍呢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马大人，您看您怎么个搜法？这赌房的人他全在这儿，要不要挨个对对？不用。那里是干嘛的？哦，马大人，这是我们赌房处理内务的，平时都锁着，偶尔大少爷回来一趟，他要是累了就歇在里头。打开。哎，这打开吧，我们就是来捉拿侵犯的。你把门打开，哎，让我们看看，彼此也求个安心，不是吗？大人，我这是冲您的面子。我们家大少爷最讨厌别人动他东西了，你们可别乱翻动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把门打开。哎，九老兄啊，这里还真没什么，你也进来看看，咱们彼此做个见证，也好向上面交差呀！啊，可不就是什么都没有吗？你瞧瞧这个屋，屁大的地方，连藏人的地方都没有，顶多也就是这床底下。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啊，小孩玩的东西吧？不对呀。这小人身上的生辰八字，我怎么瞅这么眼熟啊？这是我们家小姐的生辰八字啊！你家小姐？哎，你家小姐的生辰八字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。我们家小姐成亲的时候，就是我拿着我们家小姐的生辰八字和陈俊的生辰八字合的姻缘。我们家小姐失踪的时候，也是我拿着我们家小姐的生辰八字到庙里问信儿来的。我记得清清楚楚啊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家小姐的生辰八字啊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应该是没错啊。可是既然写了你们家小姐的生辰八字也就算了。为什么还在身上钉这么多钉子呢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他娘的！怪不得我们家小姐这么聪明的人都寻了死，这他妈有人在咒她呀！哦，马大人，你看，这小人的四肢全是用那个钉子给穿过的。你再看，这脑袋上、心口上更是用那长钉子给穿透的。这不正是咒我们家小姐丧失心智，自寻死路吗？哎，九老兄，九老兄，大人好，大人，岂有此理！太不像话了，太不像话了！想不到老爷您和他陈家几十年的交情，他陈俊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情来。大人，陈俊那小子欺人太甚了。成亲那天，他就把自己搞成那副德行，这分明是和老爷与小姐过不去。今天又从他那儿搜出这东西，简直是不可饶恕啊！老爷，您就下令吧，我立刻把他捉拿归案。去，把陈俊给我抓来，严加审讯。是。慢着，大人，陈俊还抓不得。他用巫术诅咒素云，直至素云丧失理智而自焚，为什么抓不得？大人，您自己都说了，这是用巫术诅咒。可是您想想，杀死的、摔死的、烧死的，怎么死的都是有凭有据。可是这把人咒死，您凭什么判他？再者说，您看这小木人上头，既无男女之别，更没有写着素云的名字，不过有一张生辰八字的条子，您凭什么就认定这是诅咒大小姐的？天下间生辰八字相同的也不在少数啊。还有，如今陈然已被您收押在监，
你又把陈俊投入了大牢，那陈家乐岂不是要来和您拼命吗？且不说陈家乐要来和您拼命，就说这西安的百姓啊，看着也忒不像话。前几天还风风火火准备办喜事的2户人家，几天之内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么些的变化，一件比一件触目惊心，是一件比一件匪夷所思。再加上《西京报》那2个记者，这事儿如果到了他们手里，岂不又是一通乱写吗？让人再胡乱地议论咱们大小姐。如今大小姐既然已经去了，又何必让她被人乱写，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对象？这不是让她在地下也不得安宁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大人，仇咱们不能不报，但未必要报在陈俊的身上。说来说去，大小姐今日之祸，全是由他们陈家引起的。要不是陈家乐这个老东西调教出这么2个儿子来，大小姐断不至此。陈俊算个什么东西？他不过是个不学无术、依附着他老子过活的寄生虫。陈然可不一样，又有学识，又留过洋，又深得太后老佛爷的喜欢。陈然如今已然掌握在咱们的手里，那咱们就有冤的报冤，有仇的报仇吧。既然陈然驱车撞了花轿，是按照纵马伤人所判的，大人，那人要是死了呢？之前所判，咱们可没有把大小姐之死算上。如今咱们就以陈然驱车撞了花轿，致使大小姐惊吓过度，神志失常，因而自寻死路，引火焚身为由，奏请刑部以一命定一命，定论复刑。好，先收拾这个陈然，再找那个陈俊算账。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！当时大少爷在哪儿？老爷，大少爷好长时间没到赌坊来了。我们大家伙还说呢，是不是大少爷觉得自己长大了，懂事了，不再像以前那么贪玩好赌了？那个屋子还有谁去过？要说起来，这进去的人，除了大少爷，还真没有别人进去啊。那这种东西怎么会在大少爷的屋里呢？老爷，说实话，当时大酒楼搜着东西，怒气冲冲走了，小的们什么也没看明白。当时还是那个马玉坤马大人告诉我，说搜出什么物件。我一想此事非同小可，就赶紧过来向您禀报。孽障，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来！老爷，这事您得好好查查。大少爷虽然平时挺荒唐的，但他对那些神魔怪道的东西可从来不信呐。但凡他要真信那个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大少爷真是信那个举头三尺有神明的人，他也不会平时那么无法无天了。行了，这件事情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老爷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陈员外，想必大少爷那儿被搜出了什么不好的东西，这事儿您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我家老爷已然快被气疯了，大小姐这一出事，等于要我家老爷半条性命啊！哎，如今他是谁也不管，谁也不顾，一心要找一个人替我家大小姐偿命啊！你是说俊儿？陈俊少爷，暂时他不必担忧，我家老爷他要一个一个的算账。我听他的意思，他要先和陈然少爷掰扯清楚，然后再寻陈俊少爷的麻烦。然而已经下了大狱，还要把他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家老爷已然奏请刑部，说陈然少爷驾车撞了花轿，致使我家大小姐惊吓过度，神志失常，以致自寻死路，引火焚身。已然奏请刑部，要拿陈然少爷一命定一命啊！岂有此理！老东西是疯了，韩玉仙是真疯了他。陈员外，我家老爷，明说了吧，我家老爷
已然是疯狗乱咬人了。但凡这姓陈的，他绝对不会放过。你们陈家一直对我颇多照顾，老夫也真是于心不忍呐。更何况我们家的那位大小姐，还有你家2位公子，都是我看着长大的。如今自焚的自焚，下大狱的下大狱，这如今陈俊少爷又……老夫真不想看着再有什么事情发生了。陈员外，我今天前来是想给您提个醒儿，您要早做准备呀。此处不宜久留，老夫告辞了。请留步。老赵啊，谢谢你来通风报信，这个200两的银票你收下吧。陈员外，我怎么能收您的银子呢？哎呀，你千万莫要推辞，就算我陈某人买一个心安。哎，不行，收下，不要推辞了。我只是希望你在韩宇轩面前多为我们冉儿开脱，好好的说服他，让他回心转意。收下。好，既然陈员外这么说，银子我收下，我一定会在我家老爷面前替你们美言的。好，不过陈员外，如今能够力挽狂澜之人，可绝非我赵某人呐。你是说白牡丹？告辞了。素云，你一口一个姐姐的叫着我，为什么你做出这么荒唐的决定？事先竟不和我商量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，这么傻呀？你还记得我们在大佛寺上常谈心事吗？你若在天有力，就现出身来，让姐姐再看你一眼。原来是鲁大人。怎么，看见我很失望啊？白老板这是在等谁呢？没有，我只是在这祭奠亡灵。哦，早就听说你白老板和这韩府是渊源非浅啊，今日一见，这传言果然不虚啊。不过我觉得你现在陪在这魏王人身边，应该更合适吧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和素云情同姐妹，我来这里告慰一下亡灵，也犯了你鲁大人的忌吗？什么？情同姐妹？不对，我觉得是情同母女更合适吧。请你方尊重些，不要口不择言。白牡丹，你不愧是3琴班的当家花旦，这脏水都泼了一身了，还能这么泰然处之的装出一副出淤泥而不染的样子，佩服。卢某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不过有句话我要告诉你，背靠大树好乘凉，你要是错把一根朽木当成大树，小心这根朽木砸下来的时候砸着你。哼，你是个戏子，做戏子的嘛，没必要那么有情有义。你应该学会审时度势，这才可取。要想安安稳稳的做你的当家花旦，你就应该学会改换门庭，另靠码头。你要明白，谁才可以让你前程似锦，谁才可以让你风光无限，荣华富贵。小女子不向往荣华富贵、风光无限，只想有个栖身之所，规规矩矩唱戏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至于谁的前程似锦不似锦，都是我白牡丹应该想的问题。白牡丹，我不妨告诉你，这韩素云一死，陈韩两家的矛盾一深，
他韩宇轩在陕西巡抚的位置上碰得不了几天了，啊？听说你跟那个陈然也是不干不净的，然而这个陈然，他也得死。那你说你还能靠谁呀？白老板，所谓良禽择木而栖，树大好乘凉啊。我劝你赶快找棵大树依靠吧。鲁大人的话深奥得很，小女子实在是听不明白。既然听不懂，还是请鲁大人把话收回去，留给您的知音听吧。小女子告辞了。哎，别走嘛！请你放尊重些。你会功夫？要说功夫嘛，爷我自然会两手；要论真功夫嘛，爷的真功夫在你的身上才能体现出来。在亡灵面前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那姓韩的丫头要是现在出现，爷我一定把她当成个孤魂野鬼，正好咱们人鬼三人再写一篇《聊斋》。走！哎，累死老子了，又跑了一天。你瞧，又不亮了。哎，你说这四格格他也真是的啊，非得搞什么新鲜玩意儿，弄得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的。哎呦，我说啊，咱们老说以前那个主编啊是个催命鬼，可现如今跟四格格比起来，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啊！可不是，以前那主编啊，那是催命小鬼儿；现在的四格格那是巡海夜叉，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以前替主编办事，苦劳都归咱，功劳都归他。现在不一样了啊，我们那是啊金牌记者，这种风光，这种体面，你见过吗？要不是我执意留在西安，能有今天吗？行了行了，你说起话来没完没了了。我们贾大记者呀，那是英明神武，魄力无边，目光卓越呀。还有什么好词儿来着啊？等我想起来，全送给你。行了啊，好听的别说了，赶紧给我弄点吃的去啊！怎么又是我去啊？哟，不是你还是我呀？啊，瞧见没有？瞧见没有？金牌，大恩大德你不报也就罢了，你还不铭记于心呐？快去！还让我给你做饭？行，我去做还不行啊？哎，去！哎，把昨个四格格给咱们带来那什锦盒子，还有那大个那个酿皮子，真是！哎，还有弄2碗棒子面，烫2壶小酒啊，随便吃点就行了。我说。怎么了？大哥跟四格格送来的吃的都没了。没了啊！昨儿个我去厨房的时候还在呢，一定是你偷吃了。我偷吃？他放屁！我有作案时间吗？我什么时候偷吃的？咱们都是同进同出的。是啊，我们俩这……哦嗨，那一定是什么老鼠、猫什么的给吃了。老鼠、猫去那儿吃啊？要他们吃了也成精了。我说，他们是知道偷吃，可知道吃完了还把碗扣起来啊？扣起来了啊！我亲眼所见。干嘛？干嘛？哎呀，我听说四格格买这栋房子的时候才花了1半的钱。哎，我这说吃的呢，你跟我说房子干嘛呀？哎，我还听说这个房子里有那东西。哪个东西啊？你是说鬼？我还告诉你，我听我爷爷说，那东西不喜欢叫他鬼，喜欢叫他神仙。
哎呦喂，我的小祖宗，谁吓谁呀？你差点把我们俩都吓死！你有毛病啊！是四格格啊！嗨，我说四格格，你进来的时候也不打声招呼，吓死我了！什么不打招呼啊？你们两个进来也不关门，这我一进来就看见你们两个傻愣愣站在那儿，也不知道干什么。刚要问你们干什么，又一惊一乍，把本格格吓个半死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四格格，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好端端的有什么问题？闹鬼。闹什么？闹鬼。闹鬼？我还闹元宵闹洞房呢，胡说八道，闹什么鬼？格格，这屋子里是不是死过人呢？废话，这个大宅子那可是传承了上百年的，生活好几代人呢，怎么会没死过人嘛？我就说嘛，完了，我们俩好不容易成了金牌记者了，这才过几天，成金牌死记者了。行了，别在那疑神疑鬼、胡说八道的了。格格，这是真的，因为这特奇怪啊，我东西吧都放得好好的，那晚上我回来啊，就全成空的了啊。那会不会是老鼠啊、猫啊？哎呀，话也是那么说的，可是那耗子、猫吃完了还能把碗给扣上啊？可不是嘛，我亲眼所见啊。再说了，这2天吧，我就一直觉得不对劲儿啊，我就没往心里去。前天啊，我出门前刚沏了一碗龙井茶，回来的时候让人喝的就剩茶根了，还以为贾武这个小子偷喝的，还跟他吵了一架呢。我可没喝啊。昨天我晒了一身衣服在外面啊，怎么找也找不着了。格格，您不还说让风给吹走了吗？现如今，您再仔细的想想啊，哪来那么大风啊？啊，愣把这衣服啊从院里吹到院外去，那得多大的风啊！啊，还得吹得无影无踪。四哥哥，这里待不下去了，这里边闹鬼，干脆咱再买栋房子行吗？哎，再买栋房子对你来说不就是9牛1毛吗？是吧？这里啊，我们俩真待不下去了啊！哎呀！瞧你们两个那点出息，这么大的人吓成这个样子，这冤有头债有主，就真有鬼啊，也犯不着吓唬你们俩啊！别害怕了啊！可不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吗？咱俩这么写他能不恨咱俩？那天当着他的面把他爹气得半死，就在这尸骨边上，算不算是尸骨未寒呢？那咱就。哎呀，韩大小姐啊，你饶了我们吧，冤有头债有主啊，饶了我们吧，债有主，韩大小姐啊，您大人有大量啊，有怪莫怪啊，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啊！你们为什么要害我？我们也是受人指使啊！受何人指使啊？我们也是出于无奈才这么写的呀！你千万别怪我们呀！那你们是不是知道我死得很惨呐？你要怪就怪我旁边的妹妹吧！两个神经病！大小姐，有怪莫怪呀！思琪，你别哭了，我这就去找那个畜生算账去。你等着我。不可鲁莽，我不准你去。为什么？这怎么是鲁莽呢？那个畜生居然对你如此不尊重，害得你如此伤心，我看不下去啊！见不得我流眼泪，你就出去不看就是了，干嘛要去惹那个卢勇？因为我无法忍受卢勇调戏你的龌龊行为，你就让我好好教训他一顿，让他以后再也不敢轻薄于你。你就让我去吧。这些年我被人调戏的还少吗？早就让人轻薄惯了，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忍忍就没事了。什么叫忍忍就没事了？就是这么多年来，你对这些衣冠禽兽一忍再忍，所以他们才敢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对你存心不良啊！关键的是，我不想让你出事，你知道吗？好，
我听你的，不再去找卢勇。但是，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你，不再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哎呀，老佛爷，老佛爷，您可要给微臣做主啊！哎呀，快起来说话吧！谢老佛爷。这儿女是爹娘的心头肉，尤其是你的闺女，打小没了娘，是你一手带大的。哀家听到这事儿，越伤心呐。哦，那都是那陈然他。哎呀，陈然纵有千错万错，你们家闺女不是也该检点点吗？怎么这么不知道珍惜自己呢？害得老人家哭得死去活来的。咱们养儿养女，不就是指望着将来老了有个靠吗？哀家这可是寒心人说寒心话呀。自从同志爷走了之后，哀家也是哭干了眼泪，才剩下这几句话呀。老佛爷教诲的是，老佛爷教诲的是，雨轩铭记了。可是小女毕竟是丢了一条性命，难道就这么算了不成？哎呀，那怎么可能呢？那陈然，不管是慌不择路也好，是被人挟持也好，他撞了花轿，他就有罪，不是已然定了罪了吗？怎么这会儿死了人，倒反而撩开不管了呢？此事老佛爷圣明，老佛爷圣明，老佛爷给雨轩做主啊！哎，再说，这定什么罪是个什么尺度？韩大人，你说呢？那总得是要一命抵一命，那才公道啊！这么说，韩大人还是要置他于死地了？老佛爷，那不管陈然他有多大的功劳，他有多大的学问，可是他逼死了我的女儿，那毕竟是不争的事实吧？雨轩，只求老佛爷做主，我就是抛官弃爵，倾家荡产，我也心甘情愿的。哎，韩大人，您这就不对了吧？您难道为了您的女儿，连你是大清之臣、社稷之臣都不顾了吗？这堂堂的一位陕西巡抚，为了一己私愤，竟然以抛官弃爵这样的话来威胁老佛爷和皇上。我看，你那公道已然成了私道了吧？陆大人，那惨死的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当然不会悲伤了。哎呀，我求你看在同朝为官的份上，我韩宇轩是不会当官不讲公道，没资格当这陕西什么巡抚，我甘愿把这官让给你来当。我只求太后老佛爷，公道也罢，私道也罢，你给我杀了陈然报仇。承安，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到处都找遍了，什么戏园子啊，什么酒馆啊，反正该去的我全都去了，找不着大少爷呀。这个混小子，这时候他跑哪儿去了？老爷，咱们大少爷啊，这游荡惯了，咱们一时很难找到了。我看当下之际，咱们赶紧想办法找二少爷去。老爷，你快去看看夫人吧，夫人她怎么了，夫人？老爷，夫人不知道从哪儿听说韩家要我们二少爷一命抵一命的事儿，急火攻心，探明心窍，这会子只剩下出气的份儿了，连话都说不清了。什么？夫人，这时候你可不能出声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然儿赶快找回来的。哎呀，怎么了，夫人？快！怎么样？没事儿。哎呦，
我真后悔啊，和韩逸轩定的这门亲事，弄得我们陈家真是快家破人亡了。老爷，大爷，你还记得赵师爷的话吗？如今能劝阻韩大人的，只有3秦班的白牡丹。我就不找那个女戏子。哎，您等等，陈员外，您等等啊！老爷，陈员外求见。哎呀，陈员外，您还是自个儿进去吧。老爷这2天天天都在里头待着。老韩，这杆枪是素云她15岁那年我剿匪的时候的战利品。他一看，哎呀，他就非要把它夺了过去。我还说他呢，你爱舞枪弄棒的，这哪像个女娃呀？其实我的心里头那叫得意呀。我的女儿，她不爱红妆，爱戎装。那是谁呀？那是花木兰呐。节哀呀，啊，节哀。她娘死得早，8岁那年，我就把她送到京城里她姥姥家去了。一去就是7、8年呐。我公务忙啊，有一次我都2年没去看他了。他看见我就直往他姥姥后头直躲。当他认出我的时候，哎呀，他一头就扎到我的怀里，喊着爹。哎呀，昨天孩子已经走了，你就别再想了。你别看素云她大大咧咧、粗粗拉拉的，可是她心里非常的细呀。我爱吃什么，不爱吃什么，她都知道。我跟她下馆子的时候，她总跟那个跑堂的吩咐：少放盐，少放辣椒，不要放醋。可是现在再没有人喊我一声爹，再也没有人去向人吩咐少放盐，少放葱，别放辣椒了。素云这孩子死的确实是突然呐。都是你的2个儿子，一步一步的逼死了我的素云。你不能这么说呀！你忘了你原来是怎么说的？是太后在背后挑拨离间。太后挑拨离间啊！那素云自焚是太后挑拨离间，那陈然的汽车撞毁了花轿也是太后挑拨离间。你的陈军呢？他用巫术陷害素云，那也是挑拨离间吗？你们明明就是想要置素云于死地，非要把她害死不可，要害死我的素云呐！你疯了！这枪可不长眼睛。你看清楚，我是家乐，是您20多年的老朋友啊！你怎么能把枪口对准我？
请订阅频道，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